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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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好吃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作为中国姑爷的老外，在中国的时候他是个外国人，然而但是当他和别的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角色交替，把自己的血统屏蔽，欠欠的以中国人的角度给人家讲戏。这不现在一个加拿大人就搁这生拉教人家意大利人咋用筷子吗？我老公就一跟其他老外在一起吧，就开始织毛，就给自己就圈到咱这一伙来了，跟人家俩嘚瑟，也不管人家带没带他玩。就有一次就这意大利小伙来我家玩的，然后我说的咱今天晚上吃中餐啊，我做中餐，我老公就是嘚瑟那样，我那个是我现在吃过了中餐以后哈，就是吃别的菜系就觉得挺淡，就挺落寞的。就你们意大利菜反正也算还行吧，但是就是相对来讲有点粗糙。结果人家马蒂也立马就怼回来了，比你加拿大菜强吧？一天不是烤土豆就烀土豆，再不就怼土豆，挺大的地方一天就跟土豆较劲。我说那好汉多大的壮志，不论经历几番跋涉，也走不出少年梦的天涯。你挺大个肚子，不管套上几层裤衩，也装不了俄罗斯的套娃。我说你可别装了，吃过2瓣腊八蒜你就自称东北汉，做过2个屁股墩你就自称东北魂，能不能不嘚瑟？我说我现在需要豆瓣酱，我才能做这饭。我老公又能耐上了。对我们中国菜哈，尤其是东北菜系，这个豆瓣酱啊是灵魂，就像你们意大利的这个番茄酱汁似的，只不过我们的工艺更纯熟。我说你别叭叭了，你快去吧。然后我老公跟人马蒂了，然后我领你去，我领你看看我们中国超市，看看我们中国超市是怎么卖肉的。你看看你们那卖鸡肉的地方就几盒鸡胸肉，几盒鸡腿肉，完事儿了。你看看我们中超，就把卖的这个鸡从头到尾放一起拼起来，这鸡能站起来走，不浪费任何一个美味的零件。我说用不用我把豆瓣酱这个词儿给你用短信发过去，省着你到了以后你忘了你自己要买啥了。这家我老公在人家马蒂面前还脸上挂不住了呢，就不乐意了，一拧的不用你发，我这一年了，我豆瓣酱我还说不明白。完他就走了，他俩呢就一边唠嗑一边去的，在这个道上呢一边唠这嗑呢，这个词儿就慢慢就淡化了。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记忆，就是你新学一个词儿，你也不是忘了，只是跟你之前就是粉红的回忆混淆了。我有一次就是初中时候，就是老师讲这个电阻的单位欧米伽，但他之前呢还有英语课，人英语老师让俺就记英语单词，然后我就记混了。第二天物理老师问我电阻单位，我告诉人家 museum。我老公这不也是1、2、3、4声他不分吗？就豆瓣酱他就豆瓣酱，然后记着这个豆瓣酱，完事往那走，这个豆瓣酱就窜台了。结果到中超以后，人家问他你要买啥，他告诉人家赵本山。哎呦我的妈！赵本山给人整蒙圈了，问他你要碟儿啊？你要碟儿啊？完过挺长时间俩人回来了，带一盒豆瓣酱。我说也挺好，顺利完成任务。然后老公就嘚瑟上了，那我这点豆瓣酱的问题我还解决不了。然后人马蒂也给他戳穿了。哎，你老公净白我，他到那儿管人家要赵本山，给人家问蒙圈了，问他要碟儿啊，是我记着的，我记着你让他买这个叫豆瓣酱，要不然根本买不回来。我们家所有老外都中毒了，只有张大铁没事。是什么帮他躲过了一劫？是他的中国胃。从我公公婆婆来到中国，就向我展示了外国60旬老翁老妪旺盛的生命力。每天这个蹦的呀，那河北都有震感。每年我哪总这么疼呢？我脑瓜蝇子都疼。老两口就一直跟张大铁说话，张大铁就许愿爷爷奶奶能不能消停点。结果昨天突然如愿了，他爷他奶甚至还有早达都突然拉肚子，拉得特别严重。早达还算轻一点，布莱恩最重，连拉带吐，已经下不来炕了。去医院一查，说是食物中毒，但是奇了怪了，张大铁和他爸啥事没有，这就很蹊跷。早达说，这说明想知道是哪顿饭有毒，就要看哪顿饭我爸和张大铁没碰。名侦探早达就开始破案了，突破口还得是张大铁。最后我们仔细筛查，案件是这样的：昨晚7时许，温蒂说自己想家了，非要吃西餐，张大铁不想吃，跟他爸说让他爸点面条。大胖媳妇差点就叛变了张大铁，说要不然就一起吃披萨吧。张大铁质问他爸 It's pizza amazing， 我到上面 amazing。张大铁的质问救了他爷俩的命。大胖媳妇和张大铁吃的面条，剩下的3个人吃的西餐。吃西餐的第2天全倒了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那顿西餐里边的披萨和薯条，大胖媳妇也偷吃了，唯一他一口没碰的是那顿西餐里的那碗沙拉。所以破案了，导致那3个人食物中毒的就是那碗沙拉。张大铁刚开始还是很心疼他生病的爷爷奶奶。这外国人生病养病的方式也是很抽象，就是把空调打到最冷，然后狂喝冰水。张大铁看着着急呀，跟他爸说爷爷奶奶生病了，咱给他们查点粥。大胖媳妇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怎么查粥，跟大铁说好的，咱俩也用中国文化孝顺他们一把。Later. Not here. I'm in porridge. Not here, look. I made you porridge. 你这是大饼粥吗？ What? 哎呀，我干不病，吃的没病。你这大米饭
就拔凉的水。为什么我的舅舅有2个嘴？为什么我们要说舅舅？要说舅舅。我也赶紧往家赶，不然走不走的还好。我只关心孩子，当父母的不能全凭运气，还得有好医保、少儿长期医疗给我底气。日常意外小病、常见传染病的门急诊、大病住院、重病特需医疗都涵盖在内，保障超全面。马医保的好医保少儿真不错。没想到爷爷奶奶虽然60多岁了，虽然有病也要空调打到16度，还要狂喝冰水，甚至虽然喝完了大胖媳妇的孟婆汤，但是人命也太硬了。24小时刚过，康复了。张大铁享受了1天的清静，世界又重新聒噪了起来。他们太闹了，哼！我脑瓜也在疼。那你可以给他们点一个沙拉吗？爷爷奶奶躺了1天之后，比以前更欢实了。张铁学校第2天要办运动会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全要跟着去参赛，说要抱着张铁跳高，跳到外太空，撞击小行星。我不想去那个运动会。你要去，我们都陪你，好不好？张铁心如死灰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张铁自己走向了厨房桌上的沙拉。为了让我家张大铁英语能达到标准，入学国际学校，大胖媳妇最近死了。最近呢，我们在想是不是应该把张大铁弄到翟耀达的学校上小学。大胖媳妇就带着张大铁去学校见了一面，聊完学校说，以张大铁现在的英文水平不符合入学标准。与此同时呢，我家还有个事儿，就是大胖媳妇前2天检查出来高血压，控制不好的话其实挺危险。然后那天温迪给我打电话，我就跟温迪用英文说，我说张大铁的英文太差了，我都够愁的了，现在大胖媳妇更愁，那血压我都怕他死。张大铁听不懂英文，问他姐妈妈在说什么？翟耀达把各种信息混合一翻译说，妈妈说你的英语太差了，爸爸因为太愁要死了啊。张大铁是个心思挺重的人，这话还真往心里去了。几个小时之后，俺全家一起看电影，看一会儿大胖媳妇就睡着了。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呼吸暂停症？大胖媳妇就这样，打的时候特别响，打着打着嘎一下就停了。翟耀达问爸爸是停止呼吸了吗？张大铁愣了1秒钟，想起了爸爸是因为愁什么事儿要死，忽然开始了抢救。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. Are you? Happy New Year. Well, also apple pear. 当他爸听到 banana 的时候，居然嘎一声活过来了。Banana. 翟耀达就骗张大铁，爸爸本来对这个世界已经失望了，一听到你说的英文，魂儿就回来了。我以为这个事儿吧就骗一次就得了，没想到翟耀达有别的心眼儿，他一心就想让弟弟跟他上一个学校，正愁张大铁不学英语过不了面试呢，发现这招好使，将计就计，没事就让他爸走一回，还给张大铁恶补英语，还得上难度。现在开始让张大铁背全套的英文自我介绍。张大铁快放学的时候，翟耀达过来跟他爸说，你一会儿再走一次。快点啊！又不行了，爸爸喘不过气儿了，快点，快点，要不行了。对呀。Hello, my name is Nathan. I am almost. That is old. 没想到大胖媳妇作为人民教师，听到儿子语法有错误没控制住自己，显灵了。I am born in Tianjin. Was. 什么玩刚才？然后今天我妈来北京来俺家，张大铁一下给我妈整懵了。快亲亲姥姥，哎呀，今天你都干什么了？我今天上幼儿园，然后放学还有游泳课，然后我回家的时候爸爸就死了，然后我用英文自我介绍，然后我们一起吃的晚饭有鸡翅。你说啥呢，拿铁？怎么了？就是爸爸死了呀。怎么回事？然后我就用英文自我介绍，然后我就吃晚饭了。那鸡翅老好吃。我妈吓坏了，赶紧去看大胖媳妇，发现活得挺硬实，刷手机呢。尤其最近特别爱逛移动爱购，中国移动背书的数字生活平台，上面流量话费还是 AI 进货，品质好物都有，品质保证，货真价实，花话费怎爱豆，可以在商城中抵扣，真是实惠又划算。张姐对失去父亲这个事儿已经出现焦虑症状了，总感觉好像要出事儿。今天都没有人骗他，他爸就是下班睡着了，今天只是没打呼噜。张姐以为他爸都走透了，上去直接就背翟耀达1年级课文。I have a dog. His name is Mom. He's really fat, and his tail is red. 哇塞！你没有死。爸爸没事，都是假的。爸爸不会死。张姐一想到这些天苦练的那些英语，琢磨过味儿来了。这你要干啥？干啥呀，咱们 ？You are lying to me. I'm so angry. 是 angry 还是 hungry？ Angry. 对，我很 angry。是我为什么在说英语啊？